上一集我们用了一个省力又省钱的方法，只花了$675，在后山45度的斜坡上硬生生地建了一条畅快台阶风景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块凹凸不平的草坪除掉草，并且挖平，铺上包边，为之后重新铺草坪做好准备。嗨，朋友们好！在很久以前就在我刚开始规划这个菜船的时候，就有网友建议我把这一块草地一块做成蔬菜地。但是老牛觉得如果把这块地全做成蔬菜地的话就不太好看，他还是希望留一块草地的，草地的跟周围的环境更能融为一体。在这一点上我更加的实用主义，老牛更加的唯美主义。但是现在这个草地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之前我们做那个喷淋系统的时候工人把这个边上都挖掉了，所以呢这里就是明显的比中间要低，中间这样整个看起来就是要高很多，高这么多吧，感觉要高2寸，所以呢就非常不好看，走起来还坑坑洼洼的。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把表面的这一层草全部去掉，重新铺新的草。 Home Depot, and now I'm buying some more stones. I can't wait to work out in the sun. That's great. We need to expand our garden,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I need. 今天又是一个周六，花工和他的妻子一早就来干活了。我其实心里一直存着一丝将来某一天把这块地变成菜地的念想，所以就要求花工除草的时候不使用任何的除草剂，以免对土壤或者周围的植物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草地的边缘四周地下铺有灌溉用的水管，所以花工先用锄头小心地把边缘的草挖掉，中央部分再用这台耕地机来除草，以免不小心割断水管。花工夫妻2个人合作，进展很快，很快就把表层的土除掉了。没想到小小的一块草坪挖出来这么多的草，草除完之后，接下来就要把高出来的土挖掉。挖出来的原土没有地方可放，其中一部分呢，我们准备堆在菜床里做垫底，另一部分呢，准备堆到山坡上。花工夫妇在忙着除草，老牛也没闲着。花工干体力活，老牛干技术活。我的任务是一如既往的当监工，哈哈。老牛已经把菜床的框架建好了，那个多余的土有一部分堆到这个菜床里，因为这菜床有点深这是18英寸的，没有必要堆这么深的好土，我们那个土又没地儿搁。还有这里有点坑坑洼洼的，把这里填平，然后我在这里再种上一些香草，那就又能吃又好看。在花工往菜床里倒土之前，老牛还有一个技术细节要处理一下，就是做好菜床的排水。在这个菜床底部靠这个山坡这一侧要铺一些石子，这样呢在下雨的时候就好排水一些。碎石子之间的空隙比较大，雨水就可以从碎石处畅快地流到山坡下去，这样对菜床侧面的实木框架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少，这样菜床被冲垮的危险就大大的降低了。That's enough? Yeah, just remember, you only really want like a pipe with holes in it. Oh. The end it goes this way. That's the filter. The water will go through the dirt and through the cloth and outside of the hill. If I put that cloth there, the dirt will stay in and the water will go through. Okay, good. 为了避免上面的泥土掉进碎石子的空隙里造成堵塞，老牛又在碎石子上面铺了一层防草布，用来兜住上面的泥土。这样一处理，菜床的排洪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骑自行车的。老牛这边的菜床准备好了，花工那边也开始挖土了。要种好菜的话，菜床至少要保证30公分的好土层，所以我们也不能往菜床里堆太多的原土。最终草坪往下挖了大概2到3英寸的土，因为铺草坪的时候还需要往草坪上铺一些肥土，挖下去这么深应该够了。今天花了大概3到4个小时，花工夫妇干完活收工了。这次我们付给他们$380的人工费。
朋友们，你们说是不是挺值的呀？我之前曾经计划自己来挖这个草坪，但是加州的太阳实在是太毒了，我一看到那轮大太阳就根本抡不动锄头。天气真的太热了，有人说天气热的地方的人没有天气冷的地方的人勤劳，看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么热的天，这么毒的太阳，谁也不想动啊。花工走了。 Does it look good? Yeah, I think so. 这里铺了一点点土，随后我们还要把这里再完成这个角落，然后这里也铺了一些土。我担心的就是那些碎草，它会不会再长出草来，让它在这里多晒几天，把这个草晒死。然后我再铺上防草布或者是纸板，再铺上比较好的土。接下来又是老牛的技术活，做草地的包边。之前呢，因为这里都长了草，所以这个草啊就长到我们菜园里去了，时不时的会冒出来。所以呢，我们准备把这个草啊和这个菜园隔离一下，在这个中间就修一条过道，铺上防草布和石子，这样呢就直接走过来一直通到这边，这样呢进入这个菜场也比较方便。第一道工序就是做好这个草坪的包边，把这个草皮挡在那边，这样呢草就不会长过来。今天早上天凉快的时候，老牛已经干了这么多了，还剩4、5块砖。现在到下午了，趁着天凉快，老牛要把这里弄完，一点一点的干。他先把这个土挖掉一点，这个草的根还是很深的。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看 Look at that. 这是那个 gopher or mole。 Gopher or mole. 我们院子里有很多这种地下的小动物在活动，经常跑出来吃植物的根，所以我的菜床啊，在下面一定要铺上铁丝网，防止它们从下边爬上来吃菜。 It goes down far. Yeah，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里有那个洞打出来，它们在下边活动。那边more than one. Gonna have to cut the last one. Okay. Move that one. Move the last one. No, I can't. You can? That's a very special block. Oh, Did I show you? no, I forget. Did you? See, this one is skinny. Oh, Cut this. There's a pipe down here. oh, I see. Oh, you cut it. You're smart. 那有个管子，对，他把那块砖削薄了一点。 So, see these pieces? 这个是他切下来的片。That's So. good. This is where the half one has to go. 9.5. 他要把这块砖锯一下。这个粉尘比较厉害，他要戴上他的那个面具，戴上口罩。 Very messy. 他用那个锯子来锯。Sometimes harder than work on wood. 我以前见过他不用那个电锯，就直接用这个锉子还有这个锤子，就能把这个石头给分开，分成2半。用那个电锯主要是在上面割出槽来，这样就比较好切割一些。好了，这条路的边就做好了，然后在这里再放上防草布，然后再铺上石子，就完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这边的草坪了。气喘吁吁。 I'm breathing hard. It's heavy. Yeah, no, hard work. 想看老牛顶着烈日打造梦想家园，请点赞订阅。我们下一集山坡新菜床见。